晚上好，我是老陈，请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今晚我们要聊一个真正隐身的人，他一生没下过山，却操控了整个战国。他的故事不是万众瞩目的登场，而是在一片死寂中操控整个天下的喧嚣。这就是鬼谷子。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所最神秘的大学，没有校舍，没有经费，只有一位老师，但他的毕业率极低，因为期末考试的题目往往只有一道：去干掉你的师兄。我们的故事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河南淇县。如果你能像鹰一样飞过那个时代的上空，你会听到整个大地都在震动。那是战国的中心，巨大的工程车正在撞击城门，发出沉闷的巨响。稷下学宫里，儒家和墨家的学者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各国使者的马车在泥泞的官道上狂奔，车轮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所有人都在急着发声，急着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当你飞越这些喧嚣，猛然拉升，穿过云层，降落在一座叫云梦山的山谷里时，一切声音都消失了。这里静得可怕，没有刀剑撞击的金属声，没有慷慨激昂的辩论声，只有清晨的露水顺着青苔滑落，滴答一声砸碎了山谷的宁静。这里就是鬼谷，在山谷深处坐着一个人，他背对着我们，正独自面对一盘棋局。但这盘棋很奇怪，棋盘上没有黑白两色的棋子，取而代之的是此刻天下的7个国家。他并不急着落子，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时候孔子的徒子徒孙教导君王如何做一个仁慈的好人，墨子的追随者们穿着草鞋奔走呼号，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无私的牺牲者。而住在鬼谷里的这个人，他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清楚，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仁义救不了命，牺牲换不来和平。他要教的是一门完全不同的学问，在这个巨大的绞肉机里，如何通过精准的计算人性，操纵贪婪与恐惧，不仅要活下来，还要赢到最后。他就是古代版的博弈论大师，也是最早看透人心的侧写师。在这个山谷里，一场关于天下的巨大赌局正在无声无息地拉开帷幕。关于鬼谷子的身世，历史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故意涂抹掉了最关键的那几页。在民间的传说里，他总是带着一股神仙气。老百姓喜欢讲那个吞珠入腹的故事，好像只有离奇的开场才能配得上他呼风唤雨的一生。但如果我们拨开这些神话的糖衣，去触碰冰冷的历史骨骼，你会发现真相往往比传说更加粗，也更加合乎逻辑。他不是神仙，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礼崩乐坏时代的幸存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大概率出生在魏国的朝歌附近，那里曾是商朝的都城，繁华早已落尽，只剩下废墟和野草。那个年代，周天子的权威像夕阳下的影子，看着很长，其实一点热量都没有。诸侯嘴上说着尊王攘夷，手里都在磨刀霍霍，盯着邻居家的土地和人口。年轻的鬼谷子那时还叫王许或者王禅，并没有生活在云端。相反，他极可能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这种身份在当时非常尴尬。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诗经》，懂得祭祀的礼仪，知道什么是高雅，但现实是残酷的。家族的封地可能早就被某个强大的卿大夫吞并了，家里的青铜鼎也许已被拿去换了小米。他从小看到的世界是分裂的。白天他在学堂里听老师讲周公的礼乐，讲君君臣臣父子，讲世界应该多么井然有序。但到了晚上，他听到的是窗外的马蹄声，是逃难人群的哭喊声，是强盗破门而入的撞击声。这种巨大的反差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书上写的那些道理真的有用吗？少年时期，他像当时许多渴望寻找出路的世人一样开始游历，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残酷的成人礼。他走过很多地方，在鲁国，他见过孔子的徒子徒孙，那些儒者衣冠楚楚，在这个杀人如麻的世界上，顽强地推销着仁义和道德。
他们试图用道德感化野心家，用礼仪约束暴发户。这画面壮烈吗？但也非常荒诞。鬼谷子站在人群里冷眼旁观，他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宋襄公那个为了坚守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贵族精神，非要等楚军渡过河、列好阵才开打的蠢人，结果宋襄公大败，自己受了重伤，死得窝囊，成了千古笑柄。那个瞬间，年轻的鬼谷子或许第一次触摸到了世界的冰冷底色。在这个丛林里，道德有时候不是护身符，而是催命符。善良没有牙齿，就是一块待宰的肥肉。他又去了墨家活跃的地方，那是一群更纯粹的人。他们穿着草鞋，哪里有战争就往哪里跑，试图用血肉之躯去阻挡攻城的战车。他们提倡兼爱非攻，希望每个人都像爱自己父亲一样爱别人的父亲。鬼谷子看着这些苦行僧，心里涌起一阵悲哀。他知道墨家的理想是完美的，但人性是丑陋的。指望诸侯王放弃私欲，兼爱天下，就像指望老虎改吃素一样，违背了生物的本能。只要人性的贪婪还在，战争就不会停止。靠嘴皮子劝善，靠身体挡车，都救不了这个世道。就在这一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战国历史的走向。他决定不再试图去救这个世界，而是要去解剖这个世界。他要找到一种超越仁义、超越道德、直击人性底层的终极算法。于是他转身离开了喧嚣的城市，离开了诸侯的宫殿，走向了那座云雾缭绕的大山云梦山。云梦山位于今天的河南淇县，那里山势险峻，林木森森，常年云气弥漫，因为幽深被人称为鬼谷。一般人隐居是为了修仙问道，或者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但鬼谷子不是。他进山更像是一个顶级的科学家，为了躲避干扰，把自己关进了最高级别的实验室。这里的鬼指的不是幽灵，而是鬼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操控着人类命运的规律。在这座天然的实验室里，鬼谷子开始了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星辰，不是草药，而是人。确切地说，是处于权力漩涡中的人。他发现，虽然列国纷争看起来乱七八糟，今天秦打魏，明天齐打楚，但在这混乱的表象下，有一条暗线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利益的流动和人心的博弈。他开始在这个无人的山谷里构建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非常冷酷，他剔除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比如儒家讲诚，鬼谷子却讲诈。他认为，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上，诚实往往意味着把底牌亮给对手。真正的智者要学会阴阳之道，在于隐与匿。你要像鬼神一样，让别人看不见你的形状，听不见你的声音，你才能安全，才能在暗中操控一切。比如墨家讲信，鬼谷子却讲辩。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形式。这一刻是朋友，下一刻利益冲突了就是死敌。所以没有什么承诺是不能打破的，关键看打破的代价和收益是否成正比。他在山谷的岩壁下日复一日的推演，他观察蜘蛛如何结网捕捉猎物，观察两只老虎相遇时的试探与搏杀，观察水流如何避开石头流向低处。他把这些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转化成了人类社会的政治权谋。慢慢的，一套惊世骇俗的理论在他脑海中成型。这套理论不教你怎么做个好人，只教你怎么做个赢家。它包括如何打开别人的心扉套取情报，如何用利益诱饵去钓大鱼，如何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战队。这是一门危险的屠龙术。当这套理论成熟的时候，鬼谷子知道他需要实验品，他需要有人把这些理论带出山谷，去那个巨大的名为战国的决斗场里试一试，看看这把刀到底快不快。于是那所神秘的鬼谷大学开张了。这所学校没有任何招生简章，也没有固定的校舍，教室就是山洞，课桌就是石头，但它的门槛高得吓人。鬼谷子不需要平庸之辈，那些只会死读书的腐儒他不收，
那些脑子一根筋的莽夫他不收，他要找的是那种眼里有火焰、心里有深渊的人，是那种对现状极度不满、渴望通过力量改变命运，并且为了达成目的可以把道德暂时放进抽屉里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敢挥舞鬼谷子传授的利剑。最先找到这里的是2个年轻人，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他们来到鬼谷的时候，可能还带着年轻人的志气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不知道，踏入这个山谷就意味着踏出了常人的生活轨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博弈次元。鬼谷子看着这2个学生，眼神里既没有慈爱，也没有严厉，只有一种看透了未来的平静，就像一个工匠看着2块即将被扔进熔炉的生铁。他没有教他们诗经，也没有教他们弹琴。第一课，他带他们来到悬崖边，指着深不见底的峡谷，只说了1个字：跳。当然，这不是真的让他们自杀，而是心理博弈的开始。在鬼谷的课堂上没有标准答案，鬼谷子会扔出一块肉，看2只狼怎么抢，或者扔出一个虚假的诸侯王位，看2个学生怎么算计。他教导孙膑和庞涓，兵法不是排兵布阵那么简单，兵法是诡道。你要让敌人觉得你弱小，实际上你强大；你要让敌人觉得你在东边，其实你在西边。你要学会利用敌人的贪婪，把他引入死地。你知道为什么猎人能抓到狐狸吗？鬼谷子常常这样问，不是因为猎人跑得比狐狸快，而是因为猎人知道狐狸想吃什么，也知道狐狸怕什么。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里，孙膑和庞涓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可怕的智慧。他们学习如何隐藏自己的意图，学习如何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寻找盟友，学习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云梦山的岁月像是一杯没有涟漪的深井水，但在这种死寂之下，2个年轻人的命运正在剧烈的发酵。如果你有机会坐在鬼谷子的课堂角落，你会发现这里的空气极其稀薄，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这里没有朗朗的读书声，只有无数次沙盘推演时竹简撞击的脆响。孙膑和庞涓这2个名字后来响彻了整个战国，但在当时他们只是鬼谷子手中的2块璞玉，或者更残酷地说，是2只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实验样本。他们曾对着山谷的明月发誓结为异姓兄弟，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誓言在那个年纪是真诚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脆弱的。鬼谷子从未阻止过这种温情的宣誓，他只是冷冷地看着，像是一个看着2只蚂蚁互碰触角的巨人。他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危险的关系不是仇敌，而是利益重叠的同门。在一次关于绝境突围的推演课上，这种裂痕初次显现。题目很简单：一座孤城，粮草断绝，外有10倍敌军，你是守将如何活？庞涓的方案是突围，他选择了集中所有兵力，在这个方阵的最薄弱点撕开一道口子。他的棋路刚猛，带着一种赌徒式的决绝。在他看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用鲜血杀出一条生路。这很符合魏国的霸气，也符合乱世的生存法则。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孙膑的方案不同，他没有动那个被困的棋子，他的手伸向了棋盘的另一端，那是敌军的大后方。他主张用1支骑兵去攻击敌人的粮仓或者必救之地，逼迫敌人回撤，从而解围。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围魏救赵的雏形。鬼谷子看着棋盘，依旧面无表情。在战术层面，2人难分伯仲，但在战略层面，庞涓看到的是眼前的局，而孙膑看到的是整个事。庞涓想的是怎么赢一场战斗，孙膑想的是怎么赢一场战争。这种天赋上的差距，就像一根看不见的刺，深深地扎进了庞涓的心里。他意识到，只要孙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1天，他就永远只能是第2名。而在战国，第2名往往意味着被淘汰。当魏王招贤纳士的消息传进山谷时，庞涓坐不住了。他看着窗外的群山，觉得自己已经学成了。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他向老师辞行那天，鬼谷子坐在草庐前，看着跪在地上的庞涓，他没有挽留，也没有祝福。
他只是淡淡地看着这个即将下山的弟子，仿佛在看一个已经注定结局的棋子。去吧，鬼谷子挥了挥手。但你要记住，下山的路比上山的路难走得多。庞涓背着行囊，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山谷，冲向了那个繁华而血腥的魏国。他以为他是去征服世界的，而孙膑站在山崖上，目送着师兄的背影，心里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别就是生死冤家，他更不知道老师那句没说出口的潜台词，将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砸碎他膝盖的铁锤。庞涓在魏国确实成功了。他率领魏武卒横扫四方，成了魏国的上将军，名震天下。但他睡不安稳，每当深夜梦回，他总会想起云梦山里那个沉思的师弟，那种对天才的原始恐惧折磨着他。于是，一封满载着兄弟情深的信送到了云梦山。孙膑接到信，欣喜若狂，他以为这是兄弟兑现承诺，却不知道这是一张通往地狱的请柬。他向老师辞行，这一次鬼谷子依然没有阻拦。他看着单纯的孙膑，心里或许有过一丝波动。他明明算到了此行的凶险，明明知道孙膑这一去将面临什么，但他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因为鬼谷子明白孙膑是一块绝世好铁，但还没开刃。他的心太软，太相信仁义。一个相信仁义的将军，在战场上是会害死千万人的。孙膑需要一场劫难，一场摧毁他世界观的劫难，来帮他完成从人到神的蜕变。孙膑下山了，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走进了魏国的国都大梁。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冰冷的刑具。庞涓没有杀他，杀了他太便宜了，也太容易落人口实。庞涓要毁了他，他捏造了孙膑通齐国的罪名，下令对孙膑施以膑刑，也就是剃去膝盖骨。这是一种极度恶毒的刑罚，它保留了你的性命，却剥夺了你站立的尊严。不仅如此，还在孙膑的脸上刺了字，也就是所谓的剜的刑，让他彻底沦为一个废人，一个怪物。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昔日的同窗好友高坐在大堂之上，面带冷笑，而孙膑这个原本应该指点江山的天才，此刻正蜷缩在血泊中，看着自己的膝盖骨被一点点剔除。那一刻，孙膑心中的仁义崩塌了。他终于明白了老师在山谷里沉默的含义。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让你死的，往往是那个最了解你的人。也就是在这一刻，那个天真的孙膑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复仇者，是一个真正领悟了鬼谷子阴符之术的兵家宗师。为了活下去，孙膑开始装疯。他住在猪圈里吃猪食，甚至将粪便塞进嘴里傻笑。庞涓派人日夜监视，看到这一幕，终于放下了戒心。他以为孙膑已经彻底废了，但他忘了鬼谷子教过他们一课：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最好的伪装就是让敌人觉得你已经毫无威胁。后来，齐国的使者秘密将孙膑救出，猛虎归山，蛟龙入海。历史的时钟拨到了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这是一场老师早已推演过的棋局，也是两个学生宿命的终结。此时的庞涓统领着强大的魏国军队，不可一世。而孙膑作为齐国的军师，坐在马车里，身体残缺，但目光如炬。孙膑太了解庞涓了，他知道庞涓急躁，且极度轻视现在的自己。于是他用了一招减灶计。第一天齐军营地有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到5万，第3天只剩3万。探子回报，庞涓大笑：“我就知道齐国人胆小如鼠，才进魏国3天，士兵就逃跑了一大半。他丢下步兵，只带着精锐骑兵，像疯狗一样日夜兼程地追赶，生怕孙膑跑了。他不知道，他追逐的不是猎物，而是死神。孙膑计算着庞涓的行程，计算着马匹的速度，甚至计算着日落的时间。他选中了马陵道，这里道路狭窄，两旁树木茂密，是完美的伏击圈。他在路边选了一棵大树，刮去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写下了6个大字：
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他命令10000名弓箭手埋伏在两侧，约定看到火光万箭齐发，夜幕降临了。马陵道一片死寂，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像极了当年云梦山那个宁静的夜晚。庞涓赶到了，他在黑暗中看到路边有白色的东西，心中起疑。他点燃火把，凑近那棵树，火光跳动，照亮了那行字。这6个字赫然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每一个字都像是鬼谷子在山谷里的低语。庞涓读完这行字的瞬间，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陷阱，这是一场跨越了数十年的心理处决。那个被他剃去膝盖的师弟，从未在智力上输给过他半分。火光亮起的刹那，就是信号，万箭齐发，魏军大乱，互相践踏。庞涓看着满地的尸体，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霸业在瞬间灰飞烟灭。他知道大势已去，他拔出佩剑，对着那棵树，也许也是对着远方的云梦山，发出了最后一声嘶吼，遂成庶子之名。这句话的意思是，竟然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他自刎了，直到死他都不服。他认为自己只是输给了运气，输给了那个数字，但他错了，他输给的是鬼谷子早已写好的剧本。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云梦山，鬼谷子或许正在修剪一株兰花，剪刀咔嚓一声剪断了一根枯枝。他没有抬头，但他似乎闻到了风中传来的血腥味儿。这真是一个荒诞的悖论，不是吗？一位老师教出了2个最顶尖的学生，一个成了残废，一个成了尸体。他们把魏国打残了，把齐国带向了霸主，把整个战国搅得天翻地覆。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这位老人在山谷里讲过的几堂课。鬼谷子悲伤吗？也许吧，但他更清楚，这就是道阴和阳，奇与正，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庞涓代表了刚猛的阳，孙膑代表了阴柔的阴。只有当这2股力量在惨烈的碰撞中同归于尽，或分出胜负时，新的平衡才会诞生。庞涓的死，孙膑的残，都是这盘大棋中必须支付的代价。山谷依然静悄悄的，露水依旧滴落在青苔上。第一批实验结束了，效果很完美，但鬼谷子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棋子。岁月在云梦山仿佛是停滞的，这里的草木枯荣了30个轮回，山下的战火熄灭了又燃起。曾经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兵法残卷，早已被厚厚的青苔覆盖。对于隐居在时间褶皱里的鬼谷子来说，几十年不过是茶杯里升腾的一缕雾气。他送走了那一批在鲜血与铁甲中搏杀的战神，看着庞涓归于尘土，看着孙膑引入历史。直到30多年后，当山下的世界从刀兵进入了更复杂的暗战时，山门的铃铛才再次响起。这一次推开山门的是2个落魄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带剑，只带了一口能抵100万雄兵的利蛇，他们就是苏秦与张仪。云梦山的风吹走了马陵道上的血腥味儿，却吹不散这个世界的焦躁。随着孙膑与庞涓时代的落幕，那盘名为兵战的棋局暂时告一段落。但鬼谷子并没有收起棋盘，他只是换了一种棋子，也换了一种玩法。如果说孙膑和庞涓代表的是硬实力，是面对面的厮杀，是鲜血淋漓的物理毁灭，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局，鬼谷子要验证的是软实力。在这个回合里，决定胜负的不再是战车和弓箭，而是舌头。在这个幽深的山谷里，又迎来了2个新的学生，一个叫苏秦，一个叫张仪。他们的到来，让这座寂静的山谷再次充满了某种危险的张力。但和之前的孙庞不同，这一次鬼谷子没有教他们如何排兵布阵，而是扔给了他们几卷更加晦涩的竹简，上面写满了关于揣摩人心、权衡利弊，以及如何用一句话挑起战争或平息干戈的技巧。这门学问叫纵横。故事的转折发生在苏秦第一次下山归来之后，那是苏秦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他满怀信心地去了秦国，试图说服秦惠文王吞并天下，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秦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这些只会耍嘴皮子的说客充满了厌恶，直接把他轰了出来。苏秦回到洛阳老家的时候，简直像个乞丐。他那件原本光鲜的黑貂裘大衣已经磨得稀烂，脚上的草鞋甚至露出了脚后跟儿，人瘦得像根枯柴。当他推开家门期待一点温情时，现实给了他狠狠一记耳光。他的妻子坐在织机前，连头都没抬，仿佛没看见这个丈夫。他的嫂子看着他那副穷酸样，直接拒绝给他做饭，冷冷地丢下一句：“你看看你不务正业，活该。”甚至连他的父母都觉得生了这么个儿子是家族的耻辱，不愿意和他说一句话。这就是战国最赤裸的现实。亲情是需要用黄金和权力来充值的。当你一无所有时，连血缘关系都会变得比纸还薄。苏秦站在破败的庭院里，听着家人的冷嘲热讽，心里的某种东西碎了，但另一种更坚硬的东西立了起来。他连夜逃回了云梦山。鬼谷子看着这个狼狈回来的学生，眼神依然平静如水。他没有安慰苏秦一句，也没有责怪家人的势力，因为在他的哲学里，这就是人性的常态，人趋利避害，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你想改变别人的态度，那就改变你自己的筹码。鬼谷子从书架深处抽出了一卷沾满灰尘的书音符，扔到了苏秦面前。那是鬼谷一派最核心的机密，那不是一本教你如何说话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如何狩猎的书。他告诉你，每一个君王，每一个强者都有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欲望，只要你找到了那个缺口，你就能把这头巨兽牵在手里走。接下来的日子里，苏秦把自己关在山洞里，每当深夜困倦难忍时，他就会拿起锥子狠狠地刺向自己的大腿，鲜血顺着大腿流到脚后跟，剧痛让他瞬间清醒。这哪里是在读书，这分明是在对自己进行某种残酷的心理改造。那个曾经渴望亲情、渴望认可的苏秦正在死去，一个冷酷的将天下视为交易场的政治家正在诞生。终于他悟到了，他发现秦国虽然强，但其他6国加起来更强。如果能把6个弱国联合起来，就像把6根筷子捆在一起，就能锁死强大的秦国。这就是合纵。苏秦再次下山了，这次他没有去秦国，而是走遍了6国的宫殿。他用鬼谷子教的话，精准地击中了每一个君王的软肋。赵王怕死，齐王爱财，燕王想报仇。他把6颗散落的珠子用一根名为恐惧的线穿了起来。当他再次回到洛阳老家时，场面极度荒诞。他腰间挂着6个国家的相印，威风凛凛。他的车队连绵数里，各国的使者前呼后拥，气派甚至超过了周天子。而那些曾经对他冷眼相待的家人呢？他的嫂子趴在地上，像蛇一样匍匐前行，连头都不敢抬。苏秦笑着问嫂子：“为什么以前那么傲慢，现在这么卑微呢？”嫂子颤抖着回答：“因为继子你现在位高权重，金子多啊。”多么诚实而丑陋的回答！苏秦坐在高大的马车上，看着这一幕，心里泛起一阵苍凉。他赢了，但他赢的不是尊重，只是恐惧和贪婪的变现。与此同时，在云梦山的另一端，另一个学生张仪也迎来了他的觉醒时刻。张仪的遭遇比苏秦更具戏剧性，也更具荒诞感。他因为在楚国的一场宴会上被怀疑偷了一块玉璧，被令尹的门客打得半死，抬回了家。他的妻子看着被打得不成人形的丈夫，哭着抱怨：“你要是不读书，不学什么游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张仪费力地张开肿胀的嘴，问了一个在历史上回响千年的问题：“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愣了一下，说：“还在。”张仪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股无赖般的狠劲儿。只要舌头在，我就能翻盘。这就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们的肉体可以被打烂，尊严可以被践踏，但只要那把武器还在，他们就有掀翻世界的能力。张仪来到了秦国，此时的局面非常有趣。
苏秦已经在六国布好了局，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合纵防线，把秦国死死地关在函谷关内。按理说，苏秦和张仪是同门的师兄弟，但在更高的维度上，他们是完美的对手。鬼谷子教给他们的最高智慧是，在这个世界上，要想让自己有价值，就必须制造问题。于是张仪成了苏秦的对手。苏秦主张合纵，张仪就主张连横，这就像是矛与盾的关系。苏秦在东方把六国联合在一起，张仪就从西方走出来，拿着锤子把这个联盟敲碎。最精彩也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张仪戏耍楚怀王的那场大戏里。为了拆散齐国和楚国的联盟，张仪作为秦国的国相出使楚国，他见到了那个贪婪而愚蠢的楚王。张仪摆出了一副极度诚恳的姿态，对楚怀王说：大王，如果能和齐国断交，秦国愿意献上伤离之地的600里土地。600里，这对于任何一个君王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楚怀王身边的谋士陈唐拼命劝阻：大王，这是个骗局，秦国人说话什么时候算数过？但贪婪蒙住了楚王的眼睛，他不仅断绝了和齐国的关系，还傻乎乎地派人跟着张仪去秦国接收土地。到了秦国，张仪突然病了，他躲在家里3个月不见客，急得楚国使者团团转。楚王还以为是自己断交的不够彻底，竟然派人去齐国边界大骂齐王，彻底把齐国得罪死了。等到齐楚两国彻底反目，张仪的病奇迹般的好了。他接见楚国使者，故作惊讶地说：咦，你们怎么还没去接收土地？我说的是把我自己的封地，一共只有6里土地送给大王，不是600里啊！600里变成了6里，从地缘政治的宏大交易瞬间变成了菜市场的无赖诈骗。楚怀王听到回报后，气得当场吐血，他发疯一样起兵攻打秦国，结果因为失去了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连脑袋都差点丢了。这场闹剧把鬼谷子阴符之术中的诡诈展现到了极致。在这场横跨几十年的大博弈中，苏秦和张仪这对师兄弟就像2只巨大的手，一直在捏合泥土，一直在打碎泥土。他们表面上是你死我活的对手，但在更高的维度上，他们是完美的搭档。他们共同维持了战国后期那种微妙的摇摇欲坠的平衡。鬼谷子不在乎秦国赢还是齐国赢，他在乎的是这个名为天下的棋盘必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混乱之中，因为只有在混乱中，智慧才能卖出最高的价钱。然而，这种把天下人当傻子玩的日子，终究是有代价的。苏秦最终死于反间计，被车裂于市，结局惨烈。他在临死前还用自己的尸体设了最后一局，抓住了刺杀他的凶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在算计。张仪在秦武王继位后失宠，被驱逐回魏国，最终在郁郁不得志中病死。2个搅动风云的纵横家，像2颗流星一样划过夜空，燃烧了自己，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然后迅速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梦山重新回到了最初的死寂。那些曾经在这里争论、大笑、对着山谷怒吼、发誓要在世界上闯出一番天地的年轻人都走了。孙膑的轮椅压过的车辙早已被野草覆盖，庞涓练剑时砍伤的那棵老树，伤口也已经愈合，长出了粗糙的新皮。苏秦夜夜苦读的山洞，如今只剩下蝙蝠在倒挂休息。鬼谷子独自一人坐在这座巨大的空巢里，他老了，他的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挺拔，手上的皮肤也像干枯的树皮一样充满了皱褶，但他那双眼睛依然清澈的可怕，像2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倒映着头顶变幻莫测的风云。山外的消息依然会断断续续地传进来，只不过以前传来的大多是捷报哪个学生拜了相，哪个学生打了胜仗，而现在传来的大多是讣告。这天的风中带来了一个血腥的消息：苏秦死了，死得极惨。他在齐国被刺客重伤，临死前为了帮齐王抓到凶手，他主动要求齐王将自己车裂于市，以谋反的罪名处死，引诱杀手出来领赏。
他做到了。凶手被抓住了，苏秦用自己的尸体完成了最后一次完美的谋略。鬼谷子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擦拭竹简，他的手停顿了一下，但也仅仅是一下，他没有哭，也没有叹息。在常人眼里，苏秦的结局是悲剧，是不得好死，但在鬼谷子眼里，这是宿命的闭环。苏秦一生都在玩火，他在6个国家的刀尖上跳舞，他享受了那种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快感，自然也要承担被火焰反噬的代价。在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你透支了多少智谋去换取权力，最终命运就会索取多少血肉来偿还。没过多久，张仪也走了。这位凭着3寸不烂之舌戏耍楚怀王的纵横家，在秦武王继位后失去了靠山，被驱逐，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逃回了魏国，最终在失意和惊恐中病死。还有之前的庞涓死在万箭之下，商鞅被五马分尸，吴起被乱箭射死在楚王的尸体上。鬼谷子看着这张死亡名单，就像看着一盘早已下完的棋，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像是历史长河里翻起的巨大浪花。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是河流的主人，可以随意改变水的流向，但当风停了，浪花落下，他们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水流的一部分，最终都要归于平静。这时候的鬼谷子或许会生出一种深深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因为没有人陪伴，而是因为没有人真正听懂过他的话。学生们学会了他的术如何杀人，如何救人，如何骗人，但他们没有学会他的道如何保全自己，如何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平静。用于人则受制于人。当你把智慧变成一种工具卖给帝王家时，你自己也就成了工具。工具的宿命就是在磨损殆尽后被无情地抛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位老人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写一本书，把他对这个世界最残酷、最真实的洞察全部记录下来。这就是后世流传的鬼谷子。如果你翻开这本书，你会感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这里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关于仁义道德的虚伪客套，它冷得像一把手术刀。比如《百合篇》，讲的是如何像开门关门一样打开别人的心，或者关闭自己的意图。它告诉你阴阳是可以互换的，真假是可以操纵的。比如《非艮篇》，讲的是如何用赞美和利益作为钩子，去牵制住对方的思维，让对方乖乖听你的话。比如《五合篇》，讲的是没有永远的立场，你要像水一样流动，哪里有利就流向哪里，哪里有危险就避开哪里。他在书里写道：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他教导人们，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攻心的武器。他刻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从无数人的鲜血和泪水中提炼出来的。他把人性的贪婪、恐惧、虚荣、猜疑解剖得淋漓尽致，然后摆在台面上告诉你，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这本书写完后，并没有像《论语》那样被奉为经典，也没有像《道德经》那样被尊为玄学。相反，它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被主流社会视为禁书，被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为什么？因为他说了真话。后世的儒家学者，比如杨雄，痛骂鬼谷子是小人，说他的学问是诈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光明的，君子应该坦荡荡，怎么能教人阴谋诡计呢？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帝王们在台面上尊崇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教导百姓要忠君爱国，但在背地里，在深夜的御书房里，他们翻阅的往往就是这本鬼谷子。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靠仁义道德是守不住江山的，治理天下很多时候靠的是权谋和算计。鬼谷子就像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那个把皇帝的新衣，也就是那层虚伪的道德外衣拔下来，指着里面满是伤疤和污垢的肉体说：看，这才是权力的本质。所以大家恨他，怕他，却又离不开他。
晚年的鬼谷子早已不在乎这些身后的毁誉，他把竹简整齐的码放在山洞的石架上，就像把一把锋利的匕首收进了刀鞘。他看着窗外云梦山的云雾依然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这一生虽然从未走出过这座山谷，但他其实一直站在历史的风暴眼里。他的思想虽然被骂为阴谋，但最终却成了终结乱世的唯一解药。你看那个正在西方崛起的秦国，虽然不再有张仪，但他们彻底贯彻了鬼谷子的逻辑，远交近攻，分化瓦解，不讲武德，只求胜利。秦国的战车正沿着鬼谷子铺设的轨道，轰隆隆地碾过六国的土地。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可以说也是鬼谷子哲学最忠实的执行者。他用绝对的暴力和绝对的算计，把那个分裂了500年的中国强行捏合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吗？那些满口仁义的君子们失败了，流离失所，而那个被骂为阴险的鬼谷子，通过他的学说，间接地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业。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感。善意往往软弱无力，而冰冷的理性却能构建秩序。故事到了最后，关于鬼谷子的结局依然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最后羽化登仙了，骑着青牛去了天庭；有人说他一直活在山里，活了几百岁。但在我们的故事里，结局也许更加平淡，也更加真实。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夕阳把云梦山染成了血红色，像极了当年马陵道上的颜色。鬼谷子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到了悬崖边。他看着脚下的万丈深渊，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村庄和城池。他的一生教出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他见过最顶级的天才，也见过最卑劣的人性。他点燃了战国的烽火，又亲手写下了熄灭战火的说明书。现在任务完成了，风吹过他的白发和长袍，他看起来那么瘦小。那么普通如果不说，谁能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就是那个让七国君王闻风丧胆的鬼谷先生呢？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走进了那片浓密的森林。这一次，他没有再回头。随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林深处，战国那个最喧嚣、最精彩、最充满智慧与血腥的百家争鸣时代，也仿佛随之关上了大门。留给后人的只有那座空荡荡的山谷和那本冷冰冰的鬼谷子，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尘埃里，等待着下一个有野心的人去翻开它，去读懂它，去再次点燃这个世界。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战国的烽火已经熄灭了2000多年，云梦山的那些传奇最终都化作了史书上几行冰冷的文字。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那座幽深的山谷收回来，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回到此时此刻。其实，我们每个人依然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战国里。当我们走进写字楼，面对复杂的职场关系时，当我们打开社交网络，看到那些被精心设计的舆论战时，当我们为了房贷、为了升职、为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争夺一席之地而焦虑、失眠时，我们所经历的不就是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吗？人心中的贪婪、恐惧、嫉妒和虚荣，在这2000多年里一点儿都没有变。他们只是换了一件更文明的外衣，把青铜剑换成了键盘，把兵法换成了商业策略。我们从小被教导要真诚、要善良，要像童话里那样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好人。这当然没错，这是世界美好的一面。但鬼谷子用他一生的沉默告诉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仅仅有真诚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清醒。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渴望安睡的夜晚，我们要去读懂这位阴谋家的故事。他教给我们的不是去害人，不是去变成一个冷血的算计者，恰恰相反，他教给你的是一种不被伤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当别人在制造焦虑时，你能一眼看穿背后的利益链条，从而保持内心的淡定。当生活把你逼进死胡同，像当年的孙膑一样绝望时，你能明白阴阳转换的道理，知道低谷往往是反击的开始。
当你身处名利场的喧嚣中，像苏秦一样被捧上云端时，你能听见那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嗡嗡声。真正的智慧不是逃避这个世界的黑暗，而是有了直视黑暗的勇气后，依然选择心向光明。这就叫身在闹市，心在深山。这是一种顶级的定力，就像鬼谷子一样，你可以看透所有人的剧本，看透所有人的欲望，但你依然选择演好你自己的角色。你知道这是演戏，所以你不会入戏太深，也就不会被戏里的悲欢离合伤得体无完肤。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人能阻挡。我们都是这洪流中的一粒沙，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那个坐在山谷里的背影。想象一下，在你的内心深处也有一座云梦山，那里没有信号，没有噪音，没有必须回复的消息，那里只有清风明月和一盘还没下完的棋。当你感到疲惫、焦虑或者对未来感到恐惧的时候，不妨躲进这座心里的山谷，像那位老人一样，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为自己筑一间坚固的声音减压房。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大，这里永远宁静。夜深了，那盏在战国寒夜里亮起的孤灯，现在也该熄灭了。那个在棋盘前坐了2000年的背影，也渐渐引入了历史的沉寂中，但他留下的智慧，就像一颗种子，已经种在了你的心里。愿这颗种子能让你在明天的搏杀中多一份铠甲，也愿这份清醒能护佑你在今晚拥有一个不被惊扰的梦，关掉世界的喧嚣，让心回到山谷。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你的人生棋盘上，你究竟是那个下棋的人，还是那颗被摆布的棋子？你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云梦山，还安静吗？如果今晚的故事给你带来了一丝清凉和平静，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天睡前故事，陪你从历史的尘埃中汲取智慧，在喧嚣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风景。晚安。